俄军旅级指挥部被摧毁，惨遭去军事化。在干完这场大买卖之后，乌军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又利用巡航导弹摧毁了俄军一座大型军火库。不知道俄罗斯国内又该怎么报道这场烟头事故。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表示考虑援助乌军战术弹道导弹。在乌克兰战场备受挫折的俄罗斯近期却宣布，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之一，将乌克兰去军事化已经基本完成。在得知真相之后，火力军感觉自己要笑抽了。虽然各方媒体普遍报道，此次乌军反攻不利，不仅遭受了大量人员伤亡，还损失了不少武器装备，但在北约武器的加持下，乌军还是取得了一些战果，比如夺回了几个定居点以及上百平方公里的领土，并且还突破了俄军第一道防线。在此之后，乌军看起来似乎放缓了反攻步伐，毕竟俄军后面的防线越来越难打，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不过乌军对俄军来了一次釜底抽薪，在继续试探俄军防线薄弱处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利用火箭炮打击俄军后方目标，加剧前线俄军的后勤困难，并造成指挥混乱等问题。但与去年哈尔科夫大反攻不同的是，此次乌军不仅有海马斯，还有英国援助的暴风影巡航导弹。根据电报报道，驻扎在扎波罗热的俄军第80摩步旅指挥部惨遭乌军去军事化，3名上校指挥官被炸死，传言该旅旅长重伤，正在抢救中。目前，俄罗斯并未公开第80摩步旅的具体伤亡。另外，俄军位于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大型弹药库被乌军利用远程武器摧毁，这比第80摩步旅遭遇去军事化更加吸引人注意。用乌克兰军方的话来说，其意义远超摧毁一支俄军坦克营。据悉，俄军被摧毁的大型军火库位于赫尔松地区的里科夫，在克里米亚与梅利托波尔之间的铁路线上，距离前线约110公里。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这座城市一直被俄军占领，并且成为俄军重要的后勤枢纽。驻扎在扎波罗热与赫尔松地区的俄军所需要的武器弹药，都是从这座军火库来补充的。此次袭击造成俄军存放的数千吨弹药毁于一旦，势必影响前线的弹药补充，并且乌克兰媒体也放出了相关影片，被击中的区域升起巨大蘑菇云，大量浓烟伴随着阵阵爆炸声，整场过程持续了6个小时，至少有10座建筑物被摧毁。守卫这座弹药库的是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至少有52人阵亡。由于此地距离前线达110公里，所以外界认为应该是乌军出动了苏24，利用暴风影巡航导弹发动的袭击。自从暴风影进入乌克兰以后，乌军已经利用这款武器摧毁了俄军一系列部队指挥机构、武器导弹库、铁路枢纽以及兵营等重要目标。暴风影可以低空飞行，能够躲避俄军防空雷达，打击精准度达到了97%。此前，俄罗斯媒体还报道，在6月12日的战斗中，俄第35集团军参谋长谢尔盖·戈里亚乔夫少将被乌军导弹斩首，就是遭到了暴风影巡航导弹的攻击。目前，俄罗斯官方还未对大型军火库遇袭做出回应，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俄罗斯栽了一个不小的跟头。局势发展到现在，尽管克里姆林宫和国防部依旧保持着所谓的乐观情绪，但著名分析人士斯特列夫科夫还是觉得乌军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过俄军。俄罗斯被招募的动员兵只是纸面上的数字。斯特列科夫还觉得，如果俄罗斯不彻底改变战略，定将输掉这场师出无名的战争。因为克里姆林宫对战争目标的定义仍是缺乏的，而现在美国也要对关键军援装备解禁了。如果将乌克兰最想要的武器做一个排名，第一名 F-16战斗机，第二名是 ATACMS 陆军战术弹道导弹。尤其是在美国援助海马斯火箭炮之后， ATACMS 就成了乌军不断寻求的武器。之所以对这款武器这么执着，是因为 ATACMS 可以与 M270 海马斯形成共架发射，而乌军恰好拥有这2个发射平台，再加上 ATACMS 制导系统采用了 GPS 与惯性制导技术，误差仅为10米。当然，最吸引乌克兰的还是 ATACMS 射程，早期型号 MGM-140A Block 1射程已达到160公里，最新改进型 MGM-164A Block 2射程更是可达300公里。
在飞行过程中 ，ATACMS 通常会达到5万米的高度，能躲过大多数防空系统的拦截，并且还能具备精确打击所需要的精度。通过对去年哈尔科夫大反攻的复盘发现，乌军此次反攻所采用的方式与去年有些相似，都是先通过小股部队兵分多路进行穿插迂回，等找到防御弱点之后，立刻向突破口增加兵力，以此来突破俄军防线，或者迫使俄军后撤。此次乌军反攻还得到了北约装甲车辆的加强，但却并没有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反而多路反攻受阻，以至于损失部分兵力与装备。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并没有战前进行有效袭扰战术有关。乌军在去年9月反攻之前，凭借着战场态势感知与战场监控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利用海马斯在战场实行机动作战，不断打击俄军后方的纵深目标，尤其是弹药库、指挥所以及运输铁路线等高价值目标，不仅削弱了俄军指挥能力与后勤的能力，还能隐藏乌军主攻方向。这一切为乌军获得哈尔科夫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这次扎波罗热反攻中，俄军将补给基地放置在海马斯射程之外，在开战之后再进行快速向前补给，同时也加强了电子战系统的应用，使得乌军在信息化方面的优势降低，难以有效进行袭扰作战，使得反攻缺少了突然性，导致多路受阻。不过，乌军虽然损失不小，但俄军也并不好过，并且乌军第10集团军主力还未出动，第3坦克突击旅的100余辆 T-84和 T-72主战坦克也并没有参战。换而言之，现在的乌军并未发动全面反攻，依旧拥有着与俄军一战之力。只是需要进行相关战术调整，才能再度夺回战场主动权。而其中关键就是乌军海马斯所装备的火箭弹的射程明显不足，无法对俄军纵深目标形成有效打击。只要乌军能够获得 ATACMS 陆军战术弹道导弹，就能达成这个目标，复刻哈尔科夫反攻胜利。在装备 ATACMS 之后，乌军远程打击甚至可以覆盖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具备了收复失地的可能性。况且，美国只需要援助导弹就行了，因为乌克兰早就装备了 M270与海马斯火箭炮，只要拜登一声令下，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就能在一夜之间提升2-3倍，大反攻的能力也将会成倍提升，俄军被迫退出乌克兰都有可能。目前，英国首相正在前往美国与拜登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双方还将讨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便为其争取更多援助。显然，在暴风影巡航导弹已经抵达乌克兰之后，拜登宣布援助 ATACMS 的可能性非常高。根据目前火力军了解到的信息，关于 ATACMS 的援助，拜登已经在考虑中了，说不定援助工作已经开始了，只需要美国公开宣布。而这其实就是过去1年多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方式，由英国打头阵，提供某种类型的武器给普京打一个预防针，然后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再开始大规模援助，比如暴风影巡航导弹、挑战者主战坦克以及贫铀穿甲弹等。其他国家援助同类装备都是在英国率先援助之后。根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之一，让乌克兰去军事化，已经基本完成了。因为现在的乌克兰已经不会再装备自己生产的武器，而是越来越依赖西方援助的武器。此前，普京也曾有过类似的表态。普京曾表示，对乌克兰的去军事化正在稳步推进，乌克兰的军工业将不复存在，此后只能完全依赖西方。一时之间，火力军的脑子不够转了。大哥，你管这种局面称为俄罗斯军事目标完成了？俄罗斯发起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最初就是打着2个口号，一个是去纳粹化，一个是去军事化。如果这2个目标都能完成，那么说明俄罗斯获得了最终胜利；如果只完成了一个，那么俄罗斯就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现在普京与佩斯科夫的表态就比较有意思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俄罗斯所宣布的去军事化基本完成的理由非常牵强。假如乌克兰全部装备西方武器就是所谓的完成目标，那么俄罗斯此前为什么画出那么多红线，并且警告西方国家不能援助武器装备呢？
一开始 M777 榴弹炮是俄罗斯的红线，后来变成了海马斯火箭炮，再后来爱国者防空系统、西方先进主战坦克以及巡航导弹等。目前俄罗斯最新红线已经自动更新为 F-16战斗机了，一边警告西方国家不要援助武器，一边又表示西方国家给乌克兰送武器是在帮助俄罗斯完成对乌克兰的去军事化。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前后矛盾，原因就在于俄罗斯已经将这个概念进行了刻意的模糊处理。在入侵战争初期，俄罗斯所提出的去军事化，包括让乌克兰彻底丧失军事能力，摧毁乌克兰所有的进攻性武器，让乌克兰无法对俄罗斯造成任何威胁，并强调只是摧毁武器装备，而不是乌克兰士兵，以此来确立所谓的正当性。可不仅仅是让乌克兰失去军工生产能力。显然，俄罗斯此时放出这种说法，宣称去军事化目标已经完成，再结合最新的乌克兰战争形势，这并非简单的对内宣传，而是俄罗斯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因为经过1年多的战争，俄罗斯已经明白自己没有办法让乌克兰完全丧失军事能力。如果继续坚持这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只会让自己没有台阶下。所以，俄罗斯选择换一个说法，将乌克兰失去军工生产能力，只能依赖西方援助武器，说成所谓的去军事化，以此来缓解俄罗斯的尴尬处境，为未来的撤军寻找台阶，并为宣布特别军事行动胜利做舆论上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在偷换概念，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的，乌克兰原来装备的苏制装备基本已经打没了，国内的军工企业也一直遭到俄罗斯的轰炸袭击，产能受到了极大冲击。但也能看到，在西方不计后果的援助下，现在的乌军已经脱胎换骨，从一支落后的前苏联军队已经蜕变成适应现代战争、拥有北约制式装备的精锐部队。相较于俄罗斯所进行的军改，俄罗斯进行的更加彻底，也更加有效。乌克兰已经从8年前打不过乌东民兵的弱旅，成长为一支能与世界第2掰手腕的强军。乌军越打越顺，西方国家也越来越看好乌克兰，释放出更多的筹码。原本只是为了保家卫国的乌克兰，借助这场战争实现脱胎换骨，从人员到装备再到制度，已经基本完成北约制式化。相比之下，前线的俄军甚至不知道自己作战的目的，本就没有特别强的战斗意志，再加上装备落后、内斗严重，俄乌双方已经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涨的是乌克兰，而消的则是俄罗斯。此次乌军大反攻进行了2周时间，在多个方向都有所战果，而乌军投入的兵力并不多。在南部战场，乌军集结了30到40个旅的兵力，但投入反攻的只有13个旅，不足1/3的力量。从国际形势来看，莫斯科放出这种言论，可能是为自己撤军找一个台阶。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进行1年多的战争，已经让俄罗斯低下了头，因为战场的残酷现实，让他们不得不降低原本的预期。就像布林肯此前说的一句话：乌克兰此次反攻有助于俄乌战场走向和平解决。打了这么久，俄罗斯累了，乌克兰累了，西方国家也已经累了。你们觉得双方何时走上谈判桌？这场战争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结束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